我今天就是突然想要打那个 WSOP 的线上 online 2021年的主赛，因为应该知道说今年不会打今年的现场的 main event，所以决定还是打线上的。然后等一下有一些手牌可以分享给大家比较精彩的一个手牌。我们上次那个讨论的就是说，你在现场打你是不能咳嗽有这些动作的，那现在他们有新的规则了吗？其实有更新，最近他们现在决定说，如果你有打疫苗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参加，不用担心太多会被踢出去啊、只要有证明就是你有打疫苗的话，那就是没问题的。对，但是你没有打疫苗就完全不能参加 WSOP。那如果就是现在如果去报名，应该人没有很多吧？因为如果说你说打疫苗之后才可以去，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参加人会变得很少，少一半了吧？不知道会少一半，但是应该可以说今年的人数应该会少很多啦。很多国外的人今年不会来参加的话，然后再加上很多国内的人，美国人还是决定不打疫苗，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参加。对，所以还是决定说，今年我应该个人是可能会去 Vegas 看一下，但是应该不会参加太多的比赛，就是应该不会去打主赛。因为还是会蛮多人，然后不想要接触到太多的玩家在那个空间，所以还是想打这个main event，所以就打线上的 WSB Online。所以其实你看到我现在只剩下46 BB，进来报名的时候好像有快300 BB，因为其实每个级别才15分钟，过的是蛮快的，很快你的码量就降下来蛮多的。对啊，我看你那个上面的画面就是写现在是在 Level 4第4个级别，你就已经掉到现在目前牌桌上最短码。是啊，第1个级别到第4个级别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什么牌，终于在 Level 4这里，在小盲位置拿到一个 A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这个枪口位置加注到 2.2 BB， 后面的玩家又加注到 7.4 BB。然后其实我在这里这个位置拿 AK 有一点不舒服，因为我现在这个46 BB 如果要再加注的话，也很难就是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尺寸。我如果要加注的话，至少要加注到20 BB 嘛，对不对？对。那我20 BB 的话，那我不是就是一半的筹码都放进去了吗？那我干脆就直接推嘛。但是当然这个有点风险，因为是枪口位置直接 open， 然后后面的玩家加注它。如果说在不同的情况下，如果是像说我在大盲位置，然后是按钮位置加注，然后小盲位置再加注它的话，那我拿 AK 在这里就很可以容易直接推。对，但是因为我手上有 A 跟 K blocker 嘛，就是阻挡牌，所以应该可以说他们手上的有 KK 跟 AA 的 percentage 就比较低。就算说他们有 JJ、QQ 这些牌，如果我在这边推的话，被跟住的话，还是有机会差不多50-50中到。是，但是我这里可以问一下嘛？你看哦，你现在你 all in 了，可是你之前有告诉我过说，就是你拿 AK 的时候，如果你的码量多，不是短码的话，就不要去推这个 all in。可是你接近有快50 BB， 那这样你推 all in 的话，不是风险非常大，因为你是翻牌前。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是风险比较大，他们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因为在这里拿 AK 弃掉的话太急了，所以刚好46 BB， 我觉得这码量是可以直接推。然后刚好因为中间时间也已经很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还好。然后到最后他们还是2个都弃牌了，还好2个都弃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手牌。这一次有人在中间的位置加注到2 BB， 然后我在小盲位置拿 JJ， 在这个情况一定是加注嘛，对不对？但是因为现在要小心一点，因为我现在加注到 6.5 BB， 才剩下 21.6 BB。哦，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4、8两个黑桃，因为现在剩下20 BB 左右的话，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对手的牌可能有很多对的牌，像55、66、77这些牌，有可能如果我下注的话，他可能会跟注一次，然后再转牌弃牌，可能过牌给他，他比较会拿这些牌去自己去下注，想要保护自己的牌，只是不要让高张牌再转牌掉下来。所以决定就是用这个打法，然后让他打，再直接推，可能会比较好，会让他就是没有办法弃掉。然后如果他有一些炸胡的话，让他自己下注。是。对。好。对。还好他手上是99，然后不是8。对。
所以我在这里就有 double， 然后就有回来很多筹码。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手牌，这个是 level 7，然后现在马量也回来一点，78.7 BB， 这次有位置。之前那2个手牌比较难打，是因为就是真的没有位置，选择不多，但是现在有位置，然后也有马量，所以选择比较多了。对，直接加注到 2.5 嘛，对。raise fold。其实在这个情况是蛮不舒服的，因为第一个问题是后面的玩家这样加注我，他跟我的马量差不多嘛，就是差不多70多 BB， 所以要考虑的点就是，如果直接这样推的话，只会被他最强的范围跟住。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被跟了，然后输了，那就出局了。所以要考虑到是风险多大，然后再加上现在有没有位置，我加回去也很难，因为我加回去就差不多要加注到20多 BP， 当然是不能弃牌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用跟的比较好。call check bet。下一个 6.1 BB 1/3的 sizing， 在这里是要跟住的，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牌是我还是领先嘛，对，可能有 BAJ、A10、同花这些牌，它给我这个 price 是太好的 price， 所以我觉得是一定要跟住一次，看转牌。call check bet fold。他在这里下注第2次的时候就要弃牌了，对，打2枪的话就是跟不下去了。我可以看那个后面那个嘛，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可以啊，我有打开啊。这个叫英文我们叫 rabbit hunting， 所以才会有那个一个兔子嘛。哦，对耶，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场也有这样子，我们英文就说 rabbit hunting， 就是说一个玩家他可能在翻牌或是转牌弃掉他的牌，他可能在买花或什么样，会问发牌员就是可不可以看最后2张牌或是最后1张牌，偷看就是最后牌。你上礼拜你去打那个直播桌的时候，我看到你有一手 AA， 然后对方是有2对，然后呢你 fold 掉了之后嘞，你有看那个牌，然后你是赢的，如果你跟下去。你说那个拿 AA 嘛，然后他对手好像是拿那个 J8，然后中到2对，在转牌好像直接推了一个10万。对，那个时候你自己要求要看到最后嘛，因为我看到那个最后的牌掉了1张5，对吧？对，其实不是我要看最后的牌，是那个玩家他叫 Krish， 他直接想要看，因为他其实是翻牌是中到顶对，然后买花，然后转牌中到2对，所以他自己要求看到，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弃掉的时候看到是1张5，发现如果我跟住了那个10万我就赢了。那你那时候心里面有哇，早知道跟了，因为我看你有想很久，然后你有丢那个时间的那个筹码。对，你们那时候筹码2个人约在11跟12万吧？对，然后我就看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赛评啊，突然间大叫了一下，这个如果跟下去的话，就是10万嘞，非常非常的多。是啊，那个时候真的想很久，想这个玩家会拿什么样的牌去这样直接这样推。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一个影片，就是关于这个玩家，因为其实他蛮有趣的。其实我跟他并不熟，只有打过第2次，其实不知道他的打法太多，只知道说他有时候会比较打比较疯狂，发现他的style 是蛮疯狂的，要考虑全部一下，就是他的牌。所以他要求要翻开这个的事情的时候，需要2个人同意吗？还是说1个人就可以了？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玩家想要看到，然后另外一个玩家其实不想看到。但是其实如果你问那个发牌员，他通常都会直接打开来给你看。但是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叫你不要这样做，就是发牌员不能这样直接打开。但是通常我们比较高额的局，他们不会再管太多。对啊，不看比较好，不看比较不会那种心情会受影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才是比较好，就是不用去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住嘛。对，但是每一次我玩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打开那个 bunny 那个兔子。是啊，还是蛮好玩的。因为你就会很好奇啊。在线上其实很容易这样点一下就看到了，所以还是蛮好玩的。我们来看一下第4个手牌，又是 JJ。对啊，又是 JJ。其实这个手牌就是提到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重点。我们打牌的时候，不管是现场还是线上，尽量要专心手上有牌的时候，不要被 distracted。怎么说？分心。
对，打牌的时候就是尽量专心打，因为在这个情况，我拿这个 JJ，其实你等一下会看到我犯一个蛮大的一个错误，蛮粗心的，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在用手机，没注意到我前面的玩家都已经有加注到2BB，我以为我在按钮就是只有小盲大盲，然后大家都已经弃牌了，所以我就用键盘这样输入，就是加注到2.5 BB。我在看你的时候，你刚刚是要打2.5，按出去的时候变成3BB 哎。是因为这个系统不让你加0.5 BB 嘛，最少就是3BB，所以它就自动帮我改到3BB。那你下了3BB 的话，你前面那个位置的人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吗？是啊，就是因为这是有大错误啊，现在他们都可以很容易的进来。Fold. Call. 然后他当然就这样跟住了，翻牌掉这个955， Check. Bet. 他过牌，然后我就决定下注半次， Call. Check. Bet. 再转牌掉这个3，然后又过牌，然后我就决定说，再下注到合牌就直接推，希望他是比我落后的一些队， All in. 有可能输了，不知道是输给什么，但是没办法。Call. 啊，就是很难的。就是看到他是拿一堆3啊，对不对？翻牌前如果我有加注到正确的尺寸，有可能他还是一样跟住，然后再翻牌955还是跟住，但是应该可以说我加入到3BB 是一定是更容易，就是让他这样进来，然后就这样出局了。对啊，很可惜耶。其实你刚刚的马量，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撑一下子，不会这么快的。是啊，然后这个玩家还露出最后一张3，然后说那张转牌掉了3是最后一张，机会非常小，但是还是中到，然后就出局了。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那个点，就是说在打牌的时候有牌的时候，真的是尽量专心打牌，多关注全部的所有的细节，因为太粗心的话，可能就会犯一个错误。让我想到其实前几个礼拜我们在 Hustler 直播桌的那个局，也有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不知道你们那时候当天有没有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3000. Raise. 7000. 所以我这边暂停一下。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玩家 Chris， 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那一天直接推那个10万的那个玩家嘛，他在这里加注用红心98，在这个牌面4323，很有创意，就是在这边加注。我当时看着这个牌的时候，我看他加注到7000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困惑，因为他拿98红心，可是翻牌他没有任何的同花，而且翻牌全部都不是高张牌，都是432的这一种。应该可以说他可以演的牌不多，可能只有像 A3 同花，可能在翻牌过牌，然后再转牌中到3条嘛，然后在这里选择加注。所以这个玩家他的 style 就是不像一个传统玩家会打的方式。对，好，我们继续看。Gall's gonna make the call here. Good. Krish with just complete air. 12,000. Now bets 12,000 into 17.5. 10 seconds. Is it done?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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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no, is no, not done. no, no, So, no. but that was a call, right? No, no, he's a time shift. No, Don't sir, do that is a anything. time shift. I got it, guys. What? This is a time It's a shift. time shift. Okay, well, you got to tell me that because that looked like a call. I was about to turn over my Don't hand. do anything. No, no. Yeah, so when they throw out a time shift, the time is added on. Oh, okay, sorry. Did not. I thought that was a call. That's okay. Krish kind of tapped the table, basically suggesting that he was beat, right? I mean, I saw that. I don't know if Gall picked that up or not, but he's gonna make the call there. 我们在这些局都是用时间的筹码去买时间嘛，对不对？你每个决定快要倒数到10秒的时候，发牌也会告诉你现在剩下10秒要做决定，要不然就是买时间。然后那时候Go就是在想的时候，在合牌想的时候，剩下10秒就丢进去一个时间的筹码去买时间，但是因为他用那个动作有点像是在丢筹码，就是要跟住的动作嘛。Krish 没有注意到，所以他就敲那个桌子。他敲桌的意思就是 good call 的意思，就是 nice hand。但是就非常尴尬，因为其实高还没有跟住。
就是他这个动作已经就是泄露他就是说，哦，对你抓到我了。对，所以其实他这样敲桌子，就是高尔已经知道就是他赢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赶快跟住也很奇怪，所以他就马上就是跟住了。Guys, no one did anything wrong. We're all good here. But if you wouldn't mind, like if you're gonna throw time chips, Yeah, you can't do that. That's Can you please do it the way that I always do it, where I take it and hand it to the dealer, so there's no miscommunication. yeah. By the way, at all? the only reason that he actually called is because I was like, yeah. I'll tell you something. First of all, you got a point, but to be honest, I'm not a big folder. I would have thought about it a little bit long, and Yeah, probably people know me here. I would have folded. Yeah. 高尔其实想要让 Chris 不要太难过，就是说虽然你要这样这个动作，我就知道我赢了，但是其实我可能想了一阵子，还是会跟住啦。不管你有没有用那个动作，两个人也不是故意的啦。高尔也没办法，就是他也没有做什么错的动作，只是他真的是买时间，然后 Chris 就是没有注意到他最后的不是筹码，所以他如果那时候比较有在专心看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不管是线上或是打现场的，最好是尽量是要多小心一点，多注意一下这些细节。不管你是在下注的人，或是你在想的人，你每个动作真的是要多小心一点，不然就会失去了一个第一名的机会了。你在说我今天吗？对不对？对啊，我失去这个机会啦，就是在说我今天失去了这个机会啦。对啊，所以就是用你这个故事来跟我们讲说打牌要专心啊，那我们就听进去的人就说好，那我一定也会就是专心一点，不做其他事情。